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星期天晚上的直播啊。今天是12月11号了，哇，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啊！欢迎欢迎。那今天大家可能感觉到我的声音有点怪怪的啊，那有点这个声音不太舒服啊，所以声音不太好听啊，先道个歉啊，但是内容还会精彩啊，一样精彩，好吧？那最近呢，很多人都感兴趣，就是哎呀，中概股啊、港股啊涨了这么多啦，还能追吗？这是一般来说很多人感兴趣的啊。第二个就是哎，台积电啊，台湾的同学台湾的网友啊，好多的网友的粉丝都感兴趣。哎，台积电还能买吗？或者是台湾的股票有没有到怎么看呢？等等等等啊。那我所以今天也准备了一点点关于台积电我个人的想法啊。那第三个呢，就是美股到底现在好像涨了一会儿，涨了一阵子之后又好像没什么力啊。那桥水的达柳啊说呢，股市未来还会跌20%啊。那到底我的看法是怎么样？会不会跌呢？啊，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三个感兴趣的话，那记得留到最后啊。当然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就放不下了，那我也会讲到的啊。现场的观众如果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有时间许可的话，也可以我也会回答，好吧？这个我留个言啊。那所以这个大家互动一点啊。今天直播啊，这个星期天是直播，星期五是那个大片上传的大片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制作的大片，所以都希望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跟踪我的 follow 我的 Facebook 啊，Facebook 呢我会个人写多一点文章。YouTube 呢是我交给我的团队制作好了这个视频之后上传的啊，所以两个都有不同的特色和分别啊，所以两个都追踪呢就最好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email list 啊。一般来说，我们有一个 email list，再加上一个免费的课程送给大家的。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email list 的话，也可以一会儿不用现在，一会儿呢在下面的链接找到那个找到就下面的那个留言区找到那个链接啊，加入我们的 email list，也看一看我们如何在 GMT 里面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做到低买高估，好吧？OK，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没有说这些内容之前，首先要感谢大家，特别是 YouTube 已经订阅的朋友们啊，没有你们的支持，我是到不了10万订阅者的啊。我记得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去年的年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意外，我的 YouTube 的 account 被 froze 不能用了，搞了好久才复活啊。但是没有复活之前呢，那我们团队就说再开一个新的吧，所以我们是从零开始耕耘的啊。短短1年之内到了10万订阅者，真的是感谢大家啊！之前我都叫大家，哎呀，还没订阅的赶快订阅了啊！所以大家的订阅使到我上个星期天凌晨2点31分，我都没睡觉，好像看世界杯一样啊，等着那个到10万个订阅者啊，都是很开心的。所以这个不是看世界杯而是这个看到我的订阅者到了10万的啊。那我当然答应过做一个在公益课讲讲关于10倍股的一些东西。所以正在准备正在这个做功课准备啊，希望就是不是很草率的，而是真的是可以放点心思下去。所以大家现在订阅的时候特别是加入我们的 email list 的时候电邮的那个之后呢，我们之后做好了会通知大家哈。OK，那好了也感谢大家呢，在不同的Facebook 的 post 也好，YouTube 的 post 也好，特别是你知道在社交媒体里面总有人会怀疑的种种的怀疑等等等等所以有很多的长期的粉丝长期的网友都是很正面，给我鼓励，给我勉励有时候太鼓励了，太勉励了，人家就说是不是你的打手啊？我们没有打手的，我不请打手的，干嘛要花钱请打手，对不对？但是真的是很感谢很多很多的，特别是GMT 的同学也是在这里不断的支持所以感谢大家，再一次感谢大家，OK。那包括怀疑我的人，我也要感谢因为特别是这一位去年大家可以找回去年的大约现在这个时候，我是
讲过一个直播，也是直播啊。那直播之前呢，也讲过腾讯能不能捞底啊，阿里能不能捞底啊？讲完之后呢，我那个直播之后呢，有一个人在下面啊，因为星期一涨了，星期一涨了之后，他就再来说我是不是大户的打手啊，把人家瞎跑人家的这个货啊，瞎跑人家的那些股票，等人家来接货，对不对？其实都是要因时制宜的啊。去年我一直说，哎呀，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到了9月底开始，9月中开始到10月份，就是哎呀，都在说最悲观的时候就最好的买了，最悲观的时候就最好的买的，是不是啊？当然阿里和腾讯我都没买，有更好的啊。但是你们看一看去年的做这个直播的时候，阿里当时已经跌了很多了，已经从320块跌到119了，好多人就来问啊，能捞底了吗？能捞底了吗？所以才有这个课题，这个标题，对不对？就是很多人140块已经来问我能不能捞底了啊，我说不能捞底，我有一个视频140块不要捞底，到了119了，能捞底了吗？我说不要捞底啊，包括腾讯当时460多块了啊，从700块跌到460多块了啊，还能这个吗？我说还不要捞底啊，所以这个到最后就是这个不要捞底了，对吧？OK 结果这个人呢很怀疑来指责我啊，我感谢他，因为他可以短短的一句话之内一段文字之内，那滴滴我说回不了香港上市，真的没上啊，对不对？去年什么高盛啦、大摩啦都说滴滴要回香港上市了，我说不可能上市的，记不记得有没有老的朋友在啊？有的老的朋友来在的话做个见证，对不对？我说没可能回香港上市的结果真的没上市，退市了，已经退了，但是没到香港上市啊。阿里腾讯、快手不可以买，真的不可以买，对不对？所以这位很好的一个朋友帮我见证了所有我讲的话。OK，好。当然了，最近也有很多人来问，包括有人还很相信我说，哎呀，能不能把我来这个管理他的钱啊？还有些人来问我这个股票那个股票等等等等啊。所以呢，我也想我觉得我的市场定位做的不好，也是或者定位我想定的定位也没有做好这个宣传啊，所以大家可能以为我是股评人啊。第一个我不是股评人，特别是早年我还有讲一点股票，结果我发现就是买卖这个股票投资股票还不是一个 what， 不是一个 what， 麻烦大家可以写一下不光是买什么股票，什么价格什么时候买，什么价格什么时候走都是很重要，对不对？你看我的选股5部曲这套我的总结了30年的经验，5个次序里面有3个都是跟这个周期什么时候什么价位有关系的，对不对？只有第3步才是买什么股票第1步和第4、第5步都是跟什么时候有关系的所以呢我是谢谢not what but when其实是also it's also what it's also but even more important is when OK 所以呢。不是股评人，我在公开场合就不再评论股票了也不是什么block 那个台湾的网友喜欢用布洛克我们香港什么叫布洛克？后来block 也不是大师了我经常喜欢把大师写成尸体的尸，死掉了大师做到最后都被人家骂的，对不对？我们香港有个沈大师很出名的当然也不是基金经理所以大家说要把你的钱托管给我给我托管，那就不用了，我不会赚这个钱了你们去找 Cathy Wood 好了，OK 当然也不会是证监会的持牌人因为持牌人有很多的限制，有些话不能讲啦，有些买卖要申报啦，还有很多这个不是说我不能考试，对不对？我要去考试应该没问题，肯定没问题的但是这个一般来说是给那些券商啦、资产管理的这些专业人士去做的那我只是我不用赚那个钱，对不对？那真正使到我这个出于内心的想做一些事情的就是推广财商教育所以我经常说，我是个教育家。然后呢，经常有一个同学寄了一块板给我，叫勿忘初衷我的初衷，我的刚开始为什么做股票这个课程的设计，就是因为想教会我的儿子，当时我的儿子才11岁，我看完了整遍
外面能找到的股票老师没有一个满意的，很多都越教越错啊，都是教错掉的。结果就是因为要帮我儿子学会股票这个设计了这个简单，所以很简单，但是一定是最好的啊，因为是爸爸想留给儿子和女儿的一套好东西啊，所以呢，既然做好了啊，抱着那个心来分享给大家，好吧？所以大家如果要问，哎，七爸爸股票市场赚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教课程啊？因为我是个教育学家啊，我也希望未来可以做得越来越好。希望有更多的团队，我能招聘到更多的团队，这都需要钱的啊，所以我也是个生意人啊，我也是看到有价值的产品，我相信这个产品是对很多人有帮助的，我希望能够通过商业的行为来越做越大啊，所以大家GMT 的同学或者买了我课程的同学，你们是我尊贵的客户，我经常说的免费的意见是最贵的，当你没有给钱的话，这个我没有义务来服务你。外面那些所谓免费的给股票号码的，可能你们变了他的一个产品，他把你卖走了，骗了你的钱啊，那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直播免费Facebook 这个或者是YouTube 的视频免费，作为我的一个公益课因为我在股票市场也赚了不少钱，可能也赚了大家的钱如果我买你卖那我就赚了你的钱，对吧？所以呢，通过一些免费的视频来回归一下社会，做一下公益但我更想做的是教育所以我觉得要投资的话，一定要学习的。就像我们要做工程师，要做会计师，要做这个医生律师，是不是都要学习的？要在股票市场赚钱，也一定要学习的如果大家要学习的话，那我邀请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课程我感觉我真的很有自信，感觉我的课程是最好的，因为是用爸爸做给儿女的子女的那个新出发点所以也是最简单、最实用，没有 bullshit， 没有胡扯，没有故弄玄虚，没有乱搞权威只是希望把我最好的东西包括我失败的经验、走的弯路能够传给下一代，这个好东西所以大家学的话就跟我学了好，做完广告了OK。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个星期呢，有几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留意一下那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英国的朋友英国我觉得 GDP 是应该会衰退的，今年会衰退，明年会衰退，而且长远来说，英国前景不太妙已经换了几个首相了Prime Minister 了英国自从脱欧这个公投之后。我就说这个英国现在的政治这个政治家是个 joker 我说当时的特别是 Boris Johnson Theresa May 很无奈，她的首要的任务是要脱欧的谈判，所以这几年其实荒废了荒废的就是浪费了，荒废了这个浪费了英国的大好时光不去搞经济，而是真的去搞脱欧大伤元气。那后来呢 ，Boris Johnson 上去简直是个 joker那 Boris Johnson 下来了上去了那个Trust 更加是不知道和不知所谓的那新的首相好像有点料但是呢，英国现在这个病如膏肓，是不是这个词就患了重病了包括它的英镑很疲弱，包括这个通胀很高。包括它的 GDP 也很糟所有不利的事情都在英国发生所以英国的朋友英国楼就暂时不要买了，英镑也不太好，特别是海外的朋友不要去英国买楼了好那最后那星期二呢有欧元区，就是整个欧洲的这个景气指数。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是美国的 CPI 美国的 CPI 其实我们从 PCE 能看到这个美国的 CPI 其实是在下来，但是呢也不是太好就在6% 左右在往下走，但是不是最好，这是我的一个预测所以但是美国的 CPI 出来一定也会影响股票市场很大的一个影响，好吧？去到了日本，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日本的朋友我觉得日本本身来说呢，也通胀很低量化宽松，通胀很低那日元现在也没有再贬值了，也站稳了，对吧？
但是这个经济的话还有一段时间要去复苏啊，还有一段时间。当然啊，日本队在世界杯里面表演很好啊。然后他们也是哇，这个收拾得很干净啊，日本的球迷和球员都把这个整个垃圾都清理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日本做了很好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日本我也希望日本随着现在香港很多人去日本玩了，其他地方很多人去日本玩了，希望日本的经济会快点好啊，暂时来说是迷失了30年。OK，好，那星期四是个重磅戏啊。那个星期四是美国的 Fed 会这个议息加息啊。同样的啊，同一天之内，台湾、欧元和英国也会加息啊，也会那我觉得最主要是看美国的啊，因为台湾、欧元和英国都是看着美国来做的啊。因为如果美国加的多其他的不跟的话，那这个货币汇率就会受很大的影响，好吧？那星期五呢，就有欧元区和日本的 PMI Purchasing Manager Index 这个采购经理指数啊。那这是就是一个数据来看一看这个经济好不好，生产业好不好啊。我个人觉得欧元区的经济不会太好因为现在受到能源成本的很高，很多欧元区的那个工业化都在去工业化，都在离开这个欧洲所以呢，我个人感觉整体的那个欧洲的经济不好所以欧洲经济不好，英国经济不好，那相关的楼市和相关的股票也不太看好，OK 所以那看回到美国现在市场预计78%的机会会加息加2码，也就是说0.5%。OK，这个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它加息应该是加息0.25sorry 0.5两码0.5。OK，如果万一它加息加0.75，那肯定会对股票市场不利就暴跌。OK，应该是没有机会加息加1码0.25，这个应该是没有机会的。OK，那也就是说星期四之前不值得大家去买美股，明白吗？如果它加息加3码，美股会暴跌；如果它加息加2码，已经在市场的预期之内了不会怎么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美股短期内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问题就美股会不会调整，对不对我们做多了一点研究给大家好，除了星期四会加息之外我们看看美国的这个债息图的话，孳息图的话，我们看到长息就蓝色这条线长息就是往右边，越往右边就是越长，年数越长，对吧？相对1个月前是绿色的那条虚线是下来的，长息下来了短息没下来，短息是上去了，长息是下来的。这代表什么呢？这叫孳息倒挂孳息倒挂就是说市场预计着这个美国的经济会衰退，因为美国经济衰退，通胀会下来，因为通胀会下来，美国的美联储迟早会降息，所以以后的长息这个以后的利息1、2年之后的利息降下来，所以现在如果要买长息的话，那就不用那么高了，因为预期的未来会下来所以从这个叫孳息倒挂来看所以你刚才听不明白不要紧，简单来说，从这幅图来看，市场不用我们主观的去拍脑袋预测了，市场告诉我们，美国明年有很大的机会会经济衰退，而且从这个孳息倒挂的程度来看，美国明年的经济衰退的程度也会蛮严重的不会少，也会蛮严重的。那会不会影响到中国股市呢？或多或少会我们上个礼拜会讲过，或多或少会的但是我们一会儿会讲讲中国的就是影响股票市场的有好几个因素，对不对？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整体的
这个比如说美股跌了啊，整体的那个情绪会差一点，对吧？但是也有一些利好中国股市的啊，所以光看这一个美国股市的话，会影响中国股市，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利好中国股市的，我一会儿会讲多一点，好吧？OK 啊，所以感谢这位网友的问题啊。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我的队友啊，随时帮我插进来，OK。好，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我先不要讲个人那最近Ray Dalio 大家知道 Ray Dalio 是这个桥水基金 Bridgewater 的那个创办人最近他退休了，但是他还在发表意见，我觉得这是他们整个公司做的研究，对吧？他们最近11月初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论文而他最近也根据那个他们自己的预测他们预测股票市场还有机会会下跌20%现在美股反弹的机会，它有4个准则，一个都没出现。然后呢，这个随着明年的经济的不好加息，我觉得已经 price in 了，或多或少已经全部在股价里面了。但是，现在这个市场还没有把这个明年的经济衰退 price in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Ray Dalio跟我的意见差不多。Ray Dalio 觉得呢，明年的股票还会下跌20%。OK，那我觉得他这个讲的是很大的可能是对的我蛮认同他讲的当然他也有可能错，我也有可能错，对不对？特别是这一次我跟他不一样他一直在做空，一直在做空，所以到第2个季度的时候，他的这个基金是赚了，我不知道那个多少百分比，是赚了蛮多钱的。第2个季度，那所以今年一直头1个季度，第2个季度，全世界的股票都不好，全世界的其他什么都不好，对不对？他一直在做空。所以他的 Bridgewater 头2个季度是赚大钱的赚了很多钱的。然后他在最高位的时候赚大钱的时候，功成身退金盘洗手就退休了结果一退休之后那当然这个基金不会马上调整，对不对？因为他们是看空的，做空的。结果那我们知道到11月份的时候这个港股反弹了，中概股反弹了，美股反弹了没有中概股那么多，但也有一点反弹，对吧？结果他把上半年的这个升幅全部输掉了，上半年赚的钱全部输掉了，损失惨重那我是一直有看淡美股但是我在9月底和10月的时候一直觉得香港是太便宜了，中概股是太便宜了，一直觉得中概股和香港当时是天天在跌天天在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天天在跌就是一个熊山的直插 free fall 直插，对吧？大家如果记得的话，特别在 GMT 里面我是讲得很直白的在公开场合也有讲过最悲观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一个那个股价直插这个跌下来的那个速度很快，而且是价跌量升价格跌下来，量还有升上去，这是一个 free fall 的一个现象不，我搞错了价跌量跌，量跌应该是量跌就没人接，所以是一个 free fall。没有人接我记得我做过一张图应该是 GMT 里面太多不同场合了那 GMT 里面我给大家看到头2次跌下来，这个量是往上涨的，就是还有人去接货，但是到了9月底，到了10月份的时候跌下来是这个量不多，就是说没有人去接货了，所以是一个价跌量跌。代表的 free fall 所以我9月底到10月份的时候，我是大量的资金跑进去抄底所以赚到了一点钱 ，OK 所以这一次这个9月底和10月我跟 W 不一样那当然人家是鼎鼎大名的 Ray Dalio，OK 那好了我们看完 Ray Dalio 的分析，对吧？我也认同了我有个更简单的我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如果有学过选股5部曲的话，对不对？到了第4和第5步就是用技术分析第3步是用这个 fundamentals 基本分析，第1步是用是用情绪来做一个观察所以我的课程这个里面我的投资的系统里面有心理学，
有这个基本分析，有技术分析。OK，那技术分析呢很简单啊，这幅图我们之前有看过，对不对？我说如果美股升穿了那个下降轨道的顶部，代表着牛市来了但是我当时也讲过，我看它是升不穿的，很大可能是升不穿的，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记得的话可以记得的话证明你是真的是我的top fans 这个最拥护的粉丝了因为你每次都来，对不对？有来过的记得可以这个作个证我当时说当时还没到那条黑色的那个三角形直道那里还在往上涨，还在往上涨，很多人就来问，七爸爸，美股是牛一了吗？七爸爸，美国牛市来了吗？你看涨了这么久了那我看，哎，真的有黄金交叉有但是我看还没确定，因为这还是个下降轨道。如果它升穿了下降轨道的顶部，对吧？我给它三个阻力位第一个是那个顶部，第二个是那个绿色的那条虚线，平衡的那条虚线，第三个谢谢Brian第三个呢是它要 RSI 也要超过这个70，而且是往上涨。OK 所以感谢所以你记得我有讲过对不对？我说如果这三个阻力位都通破了，那代表着真正美股到了牛市，我们要改变我们整个策略了所以美股现在就这么神奇你看就这么神奇，对不对？每一次到这个顶下来了没有说100%会下来，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是到转牛市了它就会突破，突破之后就是牛市。如果它突破下来了，那就代表着还是个熊市，但是又没到熊山又没到熊山，因为熊山的话，这个斜度这个 slope 这个斜度会急一点，会往下直插急一点所以我们之前在港股有看到过，也有给大家看过那幅图，对吧？在港股有看到过熊山的出现那熊山基本上熊二之后会有熊三，那基本上现在美股还在熊二，熊三没出现嘛，所以还在熊二。熊二的话就是大跌小涨，大跌小涨，整体来说是往下在涨的，对吧？那sorry，往下在跌往下在跌有时候会嘴巴快讲错了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要去做空了，也不要现在卖走了，对吧？因为现在这个信号卖出的信号也过掉了，对吧？前几天有个卖出的信号，但也过掉了但那个卖出的信号也只有一个信号如果你有学过我的这个选股五部曲的话，我们说要三面镜，卖出信号也有3个，买入信号也有3个，这样的话我们的准确度就能够提升到可能80%了。OK，那我们来看一下再前面一点那个时候真的有3个买入的信号虽然是在熊市往下跌就算在往下跌熊市的时候，也出现了3个买入信号，对吧？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下降轨道的底碰到了所以第一个是下降轨道底碰到了，它就反弹了。OK，第二个呢，我们来看 RSI 的话，它也跌过了这个RSI 30，代表着超卖了所以很简单，如果你第一次听的话什么叫 RSI？这个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这个有介绍就是有一个指标叫 RSI，它的指标你看下面那张图到30底下那个粉红色的区域底下了，代表着超卖超卖了oversell oversold，OK，所以这是第二个买入信号捞底信号第三个呢就是那条红色的虚线2条红色虚线叫底背驰。OK， 就是这个股票的价格是一浪低过一浪，但是它的这个 RSI 是一浪高过一浪，而且这里有3底背驰3个底背驰3底背驰，所以是个蛮确定的一个信号，对吧？当然你要再加上如果用保利加通道或者再加上用这个阴阳烛的话，也可以看到当时候是到底了 oversold 卖的太多了所以种种的迹象，当然我没捞底，因为我觉得整个熊市还是往下跌的我不是个短炒的人，但是如果你是短炒的人的话，从当时3个买入就是3个买入信号出现的时候，到那个黑色的卖出信号出现的时候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卖掉，
中间已经赚了不少钱了，对不对啊？这个当然，短炒赚一点小钱啊，但是也不错的一点钱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看到，其实我刚开始是不相信技术分析的，我不相信了15年，因为我去 MBA 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商业学院里面的教授都说，技术分析没用的。然后我去这个学基本分析，巴菲特啦，好多我学的股神啊都说技术分析没用的，所以我头15年从来不看技术分析的。后来我的一个学生，他的一个技术分析做得很好，哎，我观察到真的很好啊，我真的是用这个科学家的头脑、工程师的头脑，一个一个这个统计学的这个角度去研究。所以我在 GMT 里面也有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解释每一个这个技术分析背后代表着什么啊，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技术分析，不会用错啊。所以这也是大家如果要用技术分析的话，你要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要不然这么神奇，画几条线就可以股票买卖就可以了，这么容易。那其实这些背后都是有一些统计学在那里啊，有一个原理在那里的啊，来弥补这个基本分析的一个短板，一个不足之处。因为基本分析是看过往的数据，已经是过往很多时候的数据，对吧？那个技术分析是看即时的、现在的即时的资金的流动、价格的变动、成交量的变动，也能推测到市场的情绪，也能推测到比如说一个股票跟它的价值的偏离等等等等啊，所以背后还有一点科学的理论的啊，所以我不相信了20年之后开始相信了，OK，好，那说完美股了啊，说完美股，所以我个人觉得美股暂时来说，也没有就卖出信号已经过掉了啊，那我也不会卖了，对吧？基本上我美股没有啊，我现在都没有美股了，OK，只有一点点，非常少的一点点的美股，以前剩下来的还有一点点都没有了啊，没有好久了，OK，那我当然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我把美国的那些资金都换到中概股了，所以赚了不错啊，那当然港股也赚了不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我这个买港股和中概股1个月之后涨了很多了，是不是啊？涨了很多了。但是现在美国的资金、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或者基金开始说中国好了，中国的股市好了啊。以前是一面倒的10月底的时候是一面倒的不看好，一面倒的不看好就最好的买的时候了，因为所有的 seller 都在 sell，没有人 buy，那我来买，对不对？现在呢，又有人重新开始讲回中国的股票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看到美国的明年的经济会很差，太烂了，美国的经济很差。那你现在买美国的股票，明年经济差，业绩报告出来低过市场的预期，肯定嘛，这个机会很大嘛，对不对？那就不是美国这个股票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去投资嘛，去把你的钱放在那里嘛，对吧？但是那些基金呢，又不能空仓，又不能或者是拿的现金，他们必须要把钱投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你们要知道基金经理他们的运作的行规，对吧？他们不能所有拿现金，所有拿现金，人家就说我干嘛要现金放在你的基金里面？所以他一定要投到一个地方，但是美国又不好，我们刚才说过，欧洲也不好英国也不好，对不对？日本也不太好所以全世界看来看去，哎，现在中国是因为之前太不好了，因为之前太不好了，特别是股价跌了很多很多了所以呢，现在美国的资金，全世界资金开始跑来中国了。开始跑来中国了，而这个开始跑来中国不会说是一个星期就完了它会是几个月，慢慢来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个月，中国的这个股票，特别是跌过头的不要乱买，不要买指数基金就可以了人家不懂的买 ETF 买指数基金，我们要懂的话，那因为 ETF 里面有一些股票真的不太好。真的不太好那我要买就要买好的跌的时候跌少一点
涨的时候涨多一点，对吧？最近我在这个GNT 里面有讲过 alpha 和 beta 啊，我们要买的就是要买有 alpha 的啊，你光大势涨了你涨了，大势跌了你跌了，这只是个 beta，我们要买的 alpha 你听不懂不要紧，OK 这只是我们要找一些跌的时候跌的少，涨的时候涨得多，或者跌的时候不跌，涨的时候涨得更多，这就非常好了当然这要做功课的我们都不断的在做功课，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整体的跌过头的股票，又非常好的股票，优秀的股票又跌过头的股票，那现在还是能找到的还是能找到的，所以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快点做功课。优秀的股票还要是便宜的当然这个11月肯定涨了，12月上半个月也肯定涨了。如果这个股票11月也没涨，12月上半个月也没涨，不要买，有问题的不要买。你以为找到好东西了找到落后的股票了市场没有那么笨，对不对？它肯定会涨所以但是它涨了之后，更加重要的判断就是涨了有没有把它的价值和它价格中间的差距完全消失掉了。如果没有完全消失掉的，还是价值高于它的价格的话，那现在还是一个好的时候因为现在整个趋势在往上走了整个港股和中概股的趋势是往上走了我第一个讲的港股和中概股会比美股或者其他世界的股票先进入牛一我觉得现在已经是牛已经完了，已经进入牛二了，OK 那好了中国经济今年真的是很差大家知道所有的原因了，对吧？不再重复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很差很差，非常差。那很差很差，非常差，最差的时候，明年只会越来越好了已经不能再差了，cannot be worse，英文叫 cannot be worse，对吧？It can only be better好，这个就是股票涨的一个原因，而股票是前瞻性的我们经常说3到6个月跑在实体经济前面3到6个月的所以呢，短暂的调整肯定会有因为港股也涨了不少了，中概股也涨了不少了，有些人会获利离场了获利离场或者 take profit 有些人卖了后悔了，哎呀788我卖了，怎么办？现在追回来嘛？他们后来之后又会追回来卖掉了之后再看它涨又会追回来，所以这个短暂的一个如果有波幅的话，如果有人 take profit 有一个调整的话，那可能是个机会但是呢，暂时来说有点短期的超买了现在是超买了所以我们要耐心的等一下机会但是我觉得长期来说，短期是超买，长期来说是看好的，好吧？OK，那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新冠疫情上个星期已经给大家说了，对吧？很可能呢会放宽那这个星期就是上个星期天的直播有预告会放宽，结果这个星期三真的放宽了，新10条放宽了那我们每一条就不用怎么看了，整体来说呢，它没有完全的取消疫情的防疫措施，但是它有放宽，逐步的放宽。包括我们要来看这个钟南山教授，他是一个中国的抗疫的病毒的权威，OK，那中国大陆不是随便讲话的，随便讲话的有一个医生还被消失掉了，对不对？就是不能随便讲话的所以我们看到钟南山以前没讲，到现在来讲，其实他可以2个月前讲的，对不对？他2个月前没讲，到现在来讲，其实背后都是有策划的就来告诉民众希望整个国家的政策要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策要改变了，需要一个权威人士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改变了这是个教育的工作，教育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基本上能看到这个中国的疫情是这个防疫政策是不会再严格了，只会往上走了所以它会慢慢放松。
慢慢持续的优化啊，他用他的词来讲，持续的优化啊，这个国家得到了抗疫得到了胜利，所以要持续的优化啊，那这个对股票市场当然也是好的，对吧？特别呢是啊，这个考大家了，为什么这几个股票涨得特别多啊？因为大家已经感觉到啊，一旦这个防疫措施增加了，经济会改善，经济会改善，但是这个确诊人数会一下子暴升，确诊人数一下子会暴升呢，现在欧米狂又不像刚开始2年前的在武汉的那个肺炎啊，那当时叫武汉肺炎，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要死人的，要去急诊室的啊。那现在就在家里躺一躺吧，就等于是有伤风感冒了，对吧？所以呢，现在啊，全中国的差不多每一家人啊，不能说每一家人了，好多人都在采购这些在家可以退烧的啊，或者是增加防疫力的一些药啊，而这些药呢，那你突然之间要买的话，很多都是通过互联网来买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京东健康啊、阿里健康啊、平安好医生啊这些互联网医药股一下子就涨了好多了啊。那我利益申报啊，我在这里面只有平安好医生，其他没有啊，只有平安好医生啊。那个平安好医生，我追踪了它一段时间了啊，之前有买过啊，所以最近也涨得不错。OK 现在我觉得有点高追了啊，我不喜欢高追的，便宜的时候可以买，对吧？现在这个价格就有点高追了啊。但是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脑子啊，平时没事干，不要过度的忧虑，不要过度的悲观啊，这个是今天的学习点啊，大家可以帮我写下来。没事干，不要去过度的忧虑，与其过度的忧虑啊，不如我们想想有什么机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我们刚才也看过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些事情出来之后有什么机会，哪些股票会涨，对不对？如果上个礼拜我们想想哦，中国疫情放宽，中国疫情放宽呢，这个确诊人数就会上升，确诊人数上升了，就会买药的人上升，哦，买药的人上升了，这些股票就会涨了，哇，一下子37%哦，你就能动到这个脑筋，就能赚37%了，对不对？37%这个平安好医生啊，所以很多的网友说，哎呀，没钱怎么办呢？没钱是因为不会动脑筋，是吧？不会动脑筋的话，哪怕你钱少，赚一点是一点嘛，赚一点是一点嘛，慢慢赚嘛，对不对？我也不是一开始是这个很多钱的，对吧？累积的滚雪球啊，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就可以了所以七八百的定位就是帮助大家财商教育通过教育，通过学习，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大家的财富滚雪球，对吧？所以滚雪球小小的开始滚，越滚越滚大，越滚大越大好，有人说有些爸爸教导做好财富经常讲，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状态，我也在等美股暴跌，港股、中概股回调再加码。经过今年6月份加入到现在，已经慢慢了解投资有道，投资非常轻松的事情。之前因为虚拟货币亏了很多，感谢七爸爸让我对投资拿回了信心这个应该是说加入了 GMT 是吧感谢感谢这位同学，希望你很快就把这个虚拟货币里面亏掉的钱赚回来虚拟货币我一直有讲叫大家不要买不要买真的还得罪了好多人呢OK OK 好，继续了那还有一个新闻呢，我们要看点这个机会在哪里我们要看好的，看机会。乐观的人会看到机会，悲观的人会看到鬼。我从来没看到鬼经常我听到人家说，哎呀，这又是在割韭菜的什么陷阱了，好像有人拿把镰刀要割韭菜我没看到，除了那个自割韭菜之外，那最近我不是拍那个 YouTube 视频，割韭菜的真相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拿着镰刀来割韭菜的，每个都是自割韭菜的，对不对？所以悲观的人看到有鬼有鳄鱼有这个割韭菜的人对吧？乐观的人看到是机会所以呢，习近平主席中国主席国家领导人跑到中东去，他去干什么？他好聪明他没有去什么穷国家他去中东对不对？那
中东的国王见他，肯定也要买面子了，对不对？你去什么非洲国家啊，要造路啊，要造港口啊，贷款，贷了款又收不回来，对不对？他去中东游国，中东游国里面啊，那几样东西大家想一想，有什么好卖的？啊，华为啊，他们没问题，对不对？美国不买啊，这是污蔑了，根本就无中生有的了，对不对？跑到中东人家买华为的产品啊，但是华为没上市，不关我的事，对不对？好，太阳能，大家想想，太阳能肯定的。中东嘛，现在石油多嘛，但石油以后会用完的嘛。所有的中东阿拉伯的国家，包括迪拜，包括那个卡塔尔，包括现在的Saudi Arabia，都同样的一个思路，石油用完了，人家不用了，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石油的？那就在沙漠里面发电咯，对吧？沙漠里面发电，然后通过特高压输电给中东国家，输电给非洲国家，输电给其他国家，印度啊，输到印度赚回印度人的钱啊，输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对不对？印度缺电吗？又不爽中国嘛，那就到阿拉伯去发电，然后输电输回去了，是不是啊？过一个海峡就是伊朗和那个巴基斯坦、印度了，对吧？海底电缆啊，所以我们要想的话就是啊，这个光伏啊，风电、光伏、海底电缆、特高电、输电，这些都是机会，对不对？还有什么机会啊？中国还有什么强的啊？高速火车啊，这个高速的火车，对不对？从迪拜到Qatar 啊，迪拜到阿布达比，那一个火车一下子几分钟到了，这个都是一些啊，所以啊，国家领导人做销售员，帮助这些企业出去销售啊，都是一个机会啊。当然我是猜的啊，但我觉得猜不中不要紧，反正现在这些东西价格都很便宜，猜中了哇发达了，是不是啊？那还有一点呢，我们看到中国如果用人民币来买石油的话啊，美金的价值，美金已经没有黄金在后面了，跟黄金脱钩了，对不对？美金之所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储备货币，或者是美元霸权，最主要就是买石油，以前一定要用美金来买。曾经有两个国家不用美金啊，一个是卡达菲，一个是萨达姆普塞，结果都不得好死。所以曾经美元是所有的，就是我们要看回70年代啊，70年代的时候，美元是跌了好多好多，直到他跟阿拉伯国家谈好了啊，傾掂咗，广东话叫傾掂咗，谈好了，美元的那个才稳定下来啊。那现在啊，最大的买石油的国家是什么？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印度。最大的输出的石油国家，第一个什么？第一个是俄罗斯，第二个啊，可能是 Saudi Arabia 啊。如果他们都不用美元的话，啊，我们看到美元啊，不用我来说的，我就想，哎，美元要跌了啊，再一看，哎，真的美元已经跌了这么多了啊，也已经美元跌了这么多了啊，所以这个背后还是有道理在这里的，对吧？OK，那今年10月份的时候啊，另外一个原因，港股跌啊，中概股跌，就是因为人民币那个时候不断在贬值，不断的贬值的时候，那些股票当然以后赚的是人民币嘛，也会跌下来啊。现在人民币这涨回来了，对啊，人民币涨回来了，所以股票反弹是应该的，涨回来是应该的，对不对？因为你赚的人民币啊又值钱了啊，那它就会反弹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东西啊，我们要有一些常识，简单的宏观经济常识的话，那股票市场就是我们那个提款机了，对不对？所以啊，大家学习的话啊，找一个财商教父来学习啊，OK，那好，我们再看一下台湾那整体的台湾的股票呢，我的感觉呢就已经涨了一点了但是不是太便宜啊，我整体觉得不是太便宜啊。那我们用一个台积电来做一个代表，好吧？台积电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中国的老祖宗有句话，《易经》里面有句话啊，就是大成若缺啊，就是总是要有点缺陷才是最好的，还是在往上走的。当你完全是完美了，十全十美了，如日方中了，就康龙有会了啊，就是之后就
这个到顶了之后就物极必反了，对吧？那我个人觉得呢，台积电啊，从股价图来看，它的 RSI 超越了70，还蛮多的了，对吧？超越70啊，那当然有股神的加冕股神来哇，巴菲特来买啊，再加上拜登总统又有股神又有拜登总统然后所有的他的那些大卡的客户都给面子，对不对？AMD NVIDIA 苹果CEO 都去给面子，哇，这个是不得了的，对吧？最风光的时候，短期内最风光的时候可能就现在了，那在最风光的时候就好走了这个我感觉我不知道我没有台积电但我觉得在最风光的时候，股票这个从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当然现在是横行的，对吧？但是横行的话，就是还有还有走的机会。现在走跟之前到了顶，到了买的时候还是差不多价位那就现在走还不太迟。如果你有的话还不太迟，如果你想买的话，可能再等一等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明年美国的经济不好的话，那欧洲也不好，对吧？美国经济也不好那中国虽然在复苏但是中国现在跟这个中美晶片的那个问题很大中间的矛盾很大所以一下子这个台积电还有它的隐忧的只是现在因为有了股神的加持和总统的加持，有点好像突然之间看不到它的隐忧了它的股价没有隐忧了，涨上去了，对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大家参考可能我会错的所以大家只是听一下，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就可以了，好吧？OK，好，那今天时间还有9分钟，我们看看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当然了，大家想学习的话，有3个学习的途径可以是免费学，可以是用一点点钱把我30年的整体的这个经验总结出来，也可以是加入 GMT 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个全世界寻找机会过去几个月加入 GMT 的同学都很开心了，对吧？OK，哎呀，有人赚了20% 了非常好了，感谢你的感谢OK，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美团和小米可以继续待涨吗？我说过我不是股评人了，我也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怎么说我不评论，在公开场合不评论这个个别股票了什么时候适合可以卖出去？怎么说呢？每一个人买卖的考虑的因素不一样，对吧？包括你有多分散，你有多少钱在美团和小米，你如果买了大量的美团和小米，那可以减持一点，获利一点如果是这个要已经很分散的话，只有一点点在美团和小米的话，那我个人觉得why not 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者我美团和小米都有，只能告诉你这样我美团和小米都有。那背后美团和小米都是我在 GMT 里面有分析、有分享、有追踪、有公开给大家我的分析的方法所以诚意邀请你，如果相信我的话，来 GMT 里面看，你会有更明确的，你自己会找到答案，更明确的答案，好吧？不过就是这个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我只能告诉我有，我有很多美团和小米，只能这样说好，中国房地产有观点吗？有我我在 GMT 里面讲了四个星期了我个人觉得呢，中国政府要救中国的内房的话，一定能救出来它现在有3支箭啦16条啦还有第4支箭啦，我们都每个星期有追踪的，对吧？但是要小心一点呢，就是中国内房股有很多的股票，有些是很安全的，有些是比较危险的，有些是安全但不便宜。那我们要找的就是有点危险，但现在死不了了，
但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的便宜的啊，所以我最近也买了2个内房股啊，就这样啊，告诉大家，最近买了2个内，当然也涨了啊。OK，好，目前亚洲的反弹是属于空头反弹吗？我个人在之前已经讲过了啊，基本因素有改变的啊，包括强美元，以前的弱人民币，对吧？现在的美元跌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的清零政策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预计会改善了啊，所以这个基本因素会有一点不一样，好吧？是熊陷阱还是牛来了？我刚才讲过了，刚才你回看刚才可能你问的问题的时候我还没讲啊，但之后我有讲过了啊，应该大家这个答案已经明确了，对吧？OK，可能你是很早问的啊。既然你不看好美股，港股也不能独善其身。哎，我刚才就讲了，有好几个因素嘛，对吧？美股不看好会影响港股，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利好的因素啊。然后我不会买整体的股票啊，我不会说港股很好，我就买一个盈富基金或者买一个 ETF，我不会的啊。我只是觉得现在种种的因素，很多的因素啊，有不少我看到流口水的啊，看到很好的啊。那我正确来讲一下啊，现在我这一个礼拜买了1、2个港股了，买了1、2港股，我是千挑万选，觉得还是很好，买了1、2港股。买的多的应该是十月份我买了很多啊，10月份买了很多，所以最近买够了啊，只是看到还有1、2个很好的我就买了。真正买的是10月份啊，那所以这个价格也不一样，对吧？那我既然便宜的买了，我也不急着，我当然有一点点套现了，之前有一点套现这个老实的交代啊，我有点套，就是我增加了，比如说啊，我增加了某一个数目，我涨上去之后啊，这个我增加的那个数目里面，我套现了1/3，就这样啊。那1/3完全是这个赚回来的，我把盈利赚回来了啊。那我当时买它就是想做一个长线投资者，所以我当时买它这盈利那一部分套回来啊。如果美股跌了，或者如果港股跌了，我又有资金能够再买啊。我是准备那一样东西，对吧？但是我既然看好它的话，我不会赚一点点钱就走的，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风格啊。所以在 GMT 里面，我们会教大家找清楚你是短炒的，还是中线的，还是长线的，3个是不同策略的，3个不同策略我都有给大家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学习，这个不是一个哪一个号码或者哪一个意见就可以了啊。本人参加 GMT 买了台股，OK 啊，都赚了啊，非常好了，赚了钱就恭喜了啊。那我觉得对，这位同学啊，应该是台湾同学对吗？我想讲一点，就是在 GMT 里面，我们也是注重学方法就是打个比喻，就是我们教你钓鱼，而不是送条鱼给你啊。所以这位同学非常好，你买的股票我没讲过啊，但是你看了我分析的方法之后，去做出了买卖的决定，也赚到钱了，所以恭喜啊，这个功劳是你的，OK，这个功劳是你的，这个学习也是你学的啊，所以你赚的钱是应分的，OK 啊，也感谢你分享这个喜悦的这个信息，好吧？OK，那时间差不多了那今天就喉咙有点不太舒服，那就短短的一个直播，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下次再见啊。如果你还没加入 GMT 的话，考虑一下啊，或者是这三个东西都可以考虑一下，好吧？那我们下次再见，感谢，祝福大家，拜拜。